癌症带来的痛到底有多可怕？许多人以为癌症最令人恐惧的是不断增大的肿瘤和无情扩散的癌细胞，但真正让许多病人撑不下去，甚至绝望放弃的，往往是那难以形容的癌痛。癌症的疼痛之剧烈，之折磨人，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医师们在临床上看过太多被疼痛折磨的病患，例如有一位50多岁的李先生罹患肝癌末期，癌细胞广泛转移后，剧烈的疼痛几乎无时无刻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他。一开始他只是感到右上腹隐隐作痛，不久连胸口也跟着闷痛难当。原来肿瘤压迫肝脏等内脏器官，引起一阵阵胀闷的内脏痛，同时癌细胞转移侵蚀了骨骼和神经，又带来尖锐刺痛的骨痛与神经痛。双重疼痛夹击之下，他日子简直过得生不如死。终于在一次痛觉爆发时，这位平日豪爽硬汉的中年男子再也撑不住，顾不得形象的大声哀嚎，在地上痛得来回翻滚。家人目睹他痛成这副模样，个个心如刀割，急忙寻求医生协助，希望能替他减轻哪怕一点点疼痛。这样的场景听起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对许多癌末病人来说却是残酷的日常，痛死了。对遭受癌痛折磨的患者而言，绝不只是夸张的形容，而是亲身经历的折磨。在医院常用的10分制疼痛评估量表上，不少病人都说，即使给痛觉满分10分，都不够形容他们所承受的苦楚。有人形容癌症的痛比生小孩还要强烈千百倍，还有人将那种感觉比喻成骨头被钻开，神经被电击，整个身体仿佛被火活活烧灼。更残酷的是，癌症的疼痛往往无所不在，有时它无预警的突然袭来，有时又时时刻刻缠着不放。这种难以捉摸又持续不懈的剧痛，令患者几乎难以招架，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事实上，癌症疼痛的折磨相当普遍。统计显示，超过一半的癌症患者在病程中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疼痛。随着病情进展，疼痛出现的比例和强度也节节升高。癌症进入晚期时，患者中有将近90%都逃不过疼痛的侵袭。其中某些癌症特别容易引发剧痛，例如头颈部的癌症患者约有70%都会出现难忍的疼痛，这比例在各类癌症中是最高的。长期的疼痛不仅让身体受苦，甚至会磨蚀一个人的意志。许多病人在疼痛的煎熬下日渐绝望，对治愈不再抱期待，只想结束痛苦。曾经在2014年底，台湾发生过一起令人心碎的人伦悲剧。一名男子不忍年迈的母亲在癌症末期饱受剧痛折磨，竟亲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这事件震惊社会，也凸显了癌痛的可怕，以及及早妥善控制疼痛是多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癌症患者从头到尾几乎没有经历明显的疼痛。为什么有的人疼痛难当，有的人却感觉不到痛？这主要取决于癌细胞侵犯的位置和范围。某些癌症在早期不太会痛，比如肝脏、肺脏的肿瘤往往长到相当程度才会引起疼痛，因为这些器官本身对痛觉不敏感。肺癌如果局限在肺部组织内，病人可能只有咳嗽、呼吸不顺，并不觉得痛，直到肿瘤侵犯到胸膜或肋骨，剧烈的痛楚才会出现。肝癌也是如此，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和痛感，常常一直到癌细胞扩散顶到肝脏外面的包膜或腹膜时，患者才忽然感到右上腹剧痛难忍，那往往已是疾病后期了。这解释了为何有些癌症一发现就是末期，因为早期完全不痛不痒，患者缺乏警觉而延误就医。相反地，也有些肿瘤体积不大，因为位置特殊，压迫到神经或血管，却会过早地引发剧痛。总之，痛不痛本身并不能作为判断癌症严重程度的唯一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癌症开始带来疼痛，通常表示肿瘤已对身体造成相当程度的侵害，我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那么，癌症究竟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剧烈的疼痛？实际上，癌痛并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多种因素交织出来的折磨。首先，肿瘤本身对身体的破坏直接引发疼痛，癌细胞无节制地生长，侵袭并破坏正常组织，
会造成强烈的痛觉刺激。比如，当肿瘤侵犯到骨头、肌肉或皮肤等部位时，患者会感觉到局部出现酸胀、紧绷的疼痛，而且痛点明确，怎么姿势都找不到舒适的位置。如果骨头被癌细胞侵蚀得脆弱，甚至可能稍一用力就骨折，引发急性剧痛。再如肿瘤压迫或阻塞了内脏器官时，则会产生深处的绞痛或闷痛。很多患者形容那种内脏痛，好像五脏六腑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让人喘不过气。例如肝癌患者，当癌细胞扩散至肝脏表面的肝包膜或腹腔膜时，常出现持续的右上腹闷痛、胀痛，日夜折磨难眠。除此之外，癌症引发的发炎反应也会令疼痛加剧。肿瘤周围的组织经常处于慢性发炎状态，发炎会导致组织肿胀，压迫神经，释放各种疼痛介质，使痛感被放大。而有些位于皮肤或黏膜的肿瘤，到了后期可能会溃烂、出血甚至感染，形成难愈合的伤口，不断刺激神经末梢，带来如火烧刀割般的伤口痛。以上种种原因叠加起来，就构成了癌症病人体内无法平息的疼痛风暴。在所有癌痛中，肿瘤侵犯神经所导致的神经痛常被认为是最剧烈难忍的一种。当癌细胞侵入或压迫到神经丛、脊髓等神经组织时，患者会出现强烈的刺痛、麻痛，甚至电击样、灼烧样的剧痛。这种神经痛发作起来，往往让人猝不及防，哪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也可能痛到失控尖叫。有些胰脏癌、骨盆腔肿瘤患者，在肿瘤压迫神经丛时，会感觉腹部或下背仿佛被电流反复击穿，疼到在床上辗转反侧，冷汗直流。神经痛的可怕在于，它常常持续存在，且刺痛难当，一阵接一阵，让人无法休息，甚至皮肤碰到一点轻微刺激，例如一阵风或衣物触及，都会诱发剧痛。正是因为有神经痛这种成分在，癌痛才变得更加复杂难治。除了癌细胞对身体的直接破坏之外，对抗癌症的治疗过程本身有时也会引起疼痛和不适。所谓杀敌1000，自损800，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治疗难免会牵连正常组织，导致一系列副作用，其中就包括疼痛。化学治疗造成的疼痛，许多化疗药物和标靶药物虽然能有效抑制癌细胞，却也可能伤及神经系统，引发一种特殊的疼痛副作用，称为周边神经病变。这种痛表现为手脚麻木、刺痛，对温度和触碰异常敏感。有接受化疗的患者形容，治疗后连柔软的床单轻轻擦过皮肤，都像刀子在割一样疼。天气明明很冷，他的双脚却烧灼般刺痛，好像踩在火炭上。这其实就是化疗药物损伤了周边神经，让痛觉神经变得过度敏感所致。这类因治疗引起的神经痛，往往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恢复。有些患者在化疗结束多年后，仍残留手脚发麻发痛的后遗症。放射治疗造成的疼痛，放射线治疗俗称电疗，利用高能射线杀死肿瘤细胞，但照射范围内的正常组织也可能受到伤害。放疗的副作用因人而异，也与照射部位有关。有些患者副作用轻微，但有些患者会经历相当疼痛的副作用。例如，头颈部癌症患者在放疗期间，口腔含喉咙黏膜常因辐射而发炎溃疡，出现严重的口腔疼痛，吃不下、吞咽困难，甚至说话都痛。下腹部骨盆腔的放疗则可能伤及肠胃和膀胱黏膜，引起腹部绞痛、骨盆疼痛或排尿灼痛等不适。尽管放疗引发的疼痛多半会在疗程结束后逐渐缓解，但在治疗当下，这些疼痛依然对患者是额外的折磨。手术造成的疼痛，手术开刀是许多癌症的重要疗程，但开刀本身就会带来术后伤口痛。大型手术后，患者伤口可能会疼痛数天至数周，尤其牵动伤口咳嗽、翻身时会痛感加剧。如果伤口发生感染或愈合不良，疼痛时间会更长。此外，一些手术可能因为切除了部分神经或形成瘢痕组织而留下长期的痛感或麻木感。比如，有的乳癌患者在手术切除乳房和腋下淋巴结后，手臂内侧可能长期麻木刺痛，
一些胸腔或腹腔手术患者在伤口愈合后仍会感到局部隐隐作痛。虽然这些术后疼痛通常没有癌症活动期的疼痛那么剧烈，但也可能持续数月乃至更久，需要靠止痛药或复健治疗逐步改善。更令人意外的是，即使癌症已经控制甚至痊愈，治疗留下的伤痕有时仍会引发后续的疼痛。有统计显示，大约3到5成的癌症康复者在治疗结束后仍持续感受着程度不等的疼痛。可能的原因包括手术后的组织纤维化、神经损伤或放疗区域的后遗症等等。举例来说，某些患者手术伤口虽然愈合了，但瘢痕组织会牵扯周围神经，导致局部疼痛和不适。放疗过的部位因组织受损，可能长期有酸痛感。而先前提到的化疗后遗症周边神经病变，有些也会长期存在。更奇特也更折磨人的是幻肢痛。这种现象，例如因骨肉瘤截肢的患者，缺失的肢体虽然不复存在，但患者却仿佛感觉那只已经不存在的手或脚在持续的剧烈疼痛。医学上认为这是大脑对缺失肢体的错觉，可幻肢痛带来的感受却千真万确。曾有一位因肿瘤截肢的患者，术后长期感受幻肢剧痛，甚至一度用滚烫开水去烫自己的残肢部位，企图压过那种虚幻又真实的疼痛感，结果造成严重烫伤，让人不胜唏嘘。也有头颈癌患者，肿瘤切除多年后，伤口早已愈合，但局部神经的损伤使得伤口处仍旧时不时刺痛发麻，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然而值得宽慰的是，这类癌症治愈后残留的疼痛多半没有疾病活动期那么强烈，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通常会逐渐减轻。医师也可以针对这些后遗症疼痛采取措施，比如持续开立止痛药、抗神经痛药物或进行物理治疗来改善。总体而言，这些康复后的隐痛算是癌症在患者身上留下的阴影，提醒着他们曾经历过的战斗。但大多数患者还是可以慢慢适应，回到几乎没有疼痛干扰的正常生活。癌症疼痛依照发作的时间模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这对治疗上也有影响。第一种是急性疼痛，只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强度较高的疼痛。通常急性痛是由某种急性的组织损伤或发炎引起，比如手术后伤口的疼痛，刚接受放疗时局部组织发炎的疼痛，甚至癌症做侵入性检查，如肿瘤切片手术时造成的疼痛。急性疼痛的特点是来势汹汹，但在引起疼痛的因素解除后，伤口逐渐愈合，发炎消退，疼痛也会跟着减轻甚至消失。第二种是慢性疼痛，指持续时间长反复存在的疼痛。癌症导致的大多属于这种慢性疼痛，肿瘤只要还存在于体内，无论原发灶或转移灶，就可能不断的引发疼痛。而且一般来说，肿瘤越难以控制，疼痛程度往往也会越严重，两者几乎是同步的。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癌症进展，患者常感觉疼痛一天天加剧，因为病灶在扩大，疼痛来源也在扩大。最后还有一种突发性疼痛，又称爆发痛，是癌痛中最令患者提心吊胆的类型。突发性疼痛是指原本疼痛已经在药物控制下维持在某个程度，但会突然爆发出一阵超出控制的剧痛。很多患者形容这犹如埋伏在体内的不定时炸弹，原本可能正在休息谈话，突然间一阵剧痛袭来，痛得人措手不及。突发痛通常在几分钟内达到高峰，强度之大往往令病人瞬间脸色发白、冒冷汗，甚至需要加用额外的止痛药来缓解。调查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的癌症病人都经历过突发性疼痛的折磨。有的人一天内可能出现好几次爆发痛，每次都痛得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诱发突发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某个动作让肿瘤突然压迫到敏感的神经，或者某段时间内肿瘤快速长大，使原本控制下的疼痛点再次被刺激。无论诱因是什么，突发性疼痛对病人的身心都是巨大打击。本来好不容易把慢性痛稍稍压制住，但几次难以预料的爆发痛就足以击溃人仅存的心理防线。因此，在癌痛治疗中，医师也特别重视突发痛的管理，通常会另外准备短效且起效快的止痛药，让患者在突发痛来袭时能够随时救急，
把疼痛再度压下去。长期难以缓解的癌痛不仅折磨着病人的身体，同时也深深伤害着病人的心理。一个人在持续不断的剧痛中，意志力往往会一点点被磨灭，原本个性开朗坚强的患者，也可能被疼痛折磨的脾气大变，郁郁寡欢。许多病人日复一日陷在痛苦中，睡眠被剥夺，精力被榨干，渐渐对治疗失去信心，对生活失去兴趣。有些病人甚至因为看不到摆脱疼痛的希望，而出现强烈的厌世念头。前文提到的那位喊出让我走吧的69岁患者老张，正是被疼痛折磨的求生意志近乎溃散的例子。疼痛带来的焦虑和失眠也会反过来强化疼痛的感受，形成恶性循环。白天痛使人焦躁不安，焦虑之下夜晚无法入睡，长期睡眠不足又降低了身体对疼痛的耐受力，结果觉得更痛。如此周而复始，病人仿佛被困在疼痛、焦虑、失眠更剧烈的疼痛的不断回圈中，难以逃脱。心理学家指出，慢性疼痛长期未获控制，常常并发忧郁症，甚至引发自杀倾向。医学研究也发现，长期处于剧痛折磨中的患者，体内压力、荷尔蒙居高不下，免疫功能低下，整体生存期可能受到不良影响。可见，癌痛绝不只是身体上的事，它如同一只阴险的魔鬼，同步侵蚀着患者的身体和心灵。当我们的病人被疼痛折磨得身心憔悴时，他们的家人其实也在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看着至亲至爱的人痛苦呻吟却帮不上忙，那种无力感和自责感也是一种隐形的折磨。有句话说，癌症病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活着却一天比一天更不像自己。疼痛正是让患者身心严重走样的元凶之一。原本和蔼可亲的父亲，可能因为疼痛而暴躁易怒；贤淑温柔的母亲，可能因为疼痛而终日以泪洗面。对家庭来说，疼痛不但是肉体的酷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噩梦，吞噬着一个人的性情和尊严。如果无法控制癌痛，患者和家属恐怕很难有力量去对抗疾病本身，生活品质也无从谈起。听到这里，许多人也许会想，癌症病人难道只能被这种痛活活折磨致死吗？难道癌痛真的是无法避免的厄运？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医学在镇痛领域早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只要及时、正确的施以治疗，高达90%以上的癌症疼痛都是可以有效控制或至少大幅减轻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其实无需忍受剧痛到生命终点。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前面提到那位一度求死的老张，在接受专业的疼痛治疗后，他的情况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老张的女儿是一名医生，她在目睹父亲被疼痛折磨得极尽崩溃后，立即带着老张转至医院的疼痛科求助。疼痛科医师随即安排他住院，并召集多学科专家团队一起为他评估治疗。这个团队包括疼痛科、肿瘤科、骨科、神经内外科、精神科等不同领域的医师，他们各自从专业角度出发，为老张制定了一套综合的止痛方案。首先，疼痛科医师调整了他的镇痛药物组合和剂量，在已有的止痛药基础上换药或加药，务求让药效覆盖一整天。同时，精神科医师介入，给他使用适量的抗忧郁药和安眠药，帮助他稳定情绪，改善失眠。神经科和骨科医师则仔细评估肿瘤对神经和骨头的侵害情况，以决定是否需要施行神经阻断或骨水泥固定等进一步处置。经过周密的调整治疗后，仅仅2天时间，老张的疼痛就明显缓解了。他夜里终于可以连续睡上3-4个小时，这是过去好几个月来他第一次睡上安稳觉。白天疼痛虽然还在，但强度大为降低。以往痛到无法下床的他，现在至少可以坐起来和家人说说话了。随着疼痛的缓解，老张整个人仿佛重获新生。原本因疼痛而消沉木然的他，重新露出了笑容，还主动要求继续先前中断的化疗，希望为了家人再努力一把。对老张而言，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为了让他进一步摆脱疼痛折磨，医师团队评估后决定采用一项先进的镇痛技术，为老张植入一套脊髓内止痛泵装置。简单来说，
这个小小的装置相当于在他体内安装了一部自动打止痛药的机器，泵里的止痛药将透过一条导管，缓慢且持续地把药物输送到脑张的脊髓腔附近，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由于药物不用经过全身血液循环，而是直达疼痛的传导通路，所需剂量仅相当于传统口服给药的1/3左右，大大降低了药物副作用。经过约2小时的手术，镇痛泵顺利植入脑张腰部的硬脊膜腔。装置开始运作后，脑张的疼痛进一步缓解了约80%，它原本需要频繁追加的止痛针剂也停用了。更令人欣喜的是，此前令他困扰的恶心、头晕等药物副作用明显减轻，他可以有胃口，吃点东西，精神状态也日益好转。1周后，老张办理出院时，握着医护人员的手，激动地表示，这次治疗简直像给了他第2次生命，现在他不痛了，一定会继续努力地活下去。对老张一家而言，这无疑是从绝望中重生的奇迹时刻。当然，并非每位癌症病人都需要，也不是每位都适合用到老张这样植入镇痛泵的先进手段。绝大多数患者的癌痛其实可以通过一般的止痛治疗得到良好控制，重点在于要及早、规范、持续的控制疼痛，而不是硬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过著名的癌症疼痛3阶梯止痛原则，指引医师根据疼痛严重程度来递进使用不同强度的镇痛药物。按照这个原则，当患者疼痛属于轻度时，首选使用非鸦片类止痛药，例如乙酰氨酚，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普拿疼，或者常用的非类固醇抗发炎止痛药，如常见的止痛消炎药布洛芬、银朵美辛等。这类药物对骨骼肌肉疼痛和一般的钝痛、轻中度痛楚常常有效，而且副作用相对小。当疼痛达到中等程度时，医师通常会考虑加入弱效鸦片类止痛药，例如可待因、曲马多等药物。它们属于吗啡的衍生药物，可以与非鸦片止痛药并用，协同提供更强的镇痛效果。若患者的疼痛已属重度剧痛，那就不应该犹豫，直接使用强效的鸦片类止痛药，也就是俗称麻醉止痛药。这一级的药物包括吗啡、芬太尼、氧可酮等强力止痛剂，它们作用于中枢神经，可以有效地控制最猛烈的疼痛。为了方便不同情况的患者，这些强效止痛药有多种给药方式，比如吗啡既有口服药定，也有皮下或静脉注射剂型，芬太尼则有贴片剂型，可以粘在皮肤上缓慢吸收，非常适合无法吞咽或需要长期平稳止痛的患者。医师会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和生活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药物种类和给药途径，目标是让病人的疼痛降到可耐受的范围内。此外，临床上常常还会同时使用一些辅助药物来加强止痛效果或对抗特殊的疼痛机制。例如，肿瘤引起的组织发炎和水肿明显时，会酌情给予类固醇药物来消炎、消肿，减少肿瘤对周围组织的压迫，间接缓和疼痛。如果患者以神经痛为主，医师可能会加开低剂量的抗忧郁剂或抗痉挛药，因为这2类药物有调节神经传导、缓解神经性疼痛的作用。虽然原本用途是治疗忧郁症和癫痫，但用来治疗慢性神经痛已是很常见的做法。针对骨转移造成的剧痛，医师有时也会使用双磷酸盐或其他保护骨骼的药物，来减缓骨质被侵蚀的速度，降低骨痛和病理性骨折风险。可以说，疼痛治疗往往需要鸡尾酒疗法，将多种不同机转的药物搭配，才能全面地围堵疼痛来源。在癌痛治疗上，医师通常还会与病人一起设定一个止痛目标，理想状态是将疼痛强度控制在量表的3分，满分10分以下，且每天疼痛剧烈发作的次数不超过3次。如果在现行止痛方案下，患者依然频繁的痛到超过这个程度，就表示镇痛效果不够，医师需要调整药物剂量或改用更强的治疗策略。因此，患者应该密切与医护人员合作，反映止痛效果是否达标，及时调整治疗计划。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仍有不少病人对使用止痛药物心存疑虑。在传统观念里，很多人害怕吗啡这类强效止痛药会让人上瘾成瘾，
甚至觉得吗啡一打下去，人就没多久可活了。还有人抱持着能忍就忍，不能忍了再说的心态，用意志力苦挨疼痛，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该用药。这些看法其实都是对医用止痛的迷思。医学研究和临床经验都表明，只要在医师的专业指导下规范使用吗啡类止痛药，成瘾的风险其实非常低。所谓的吗啡上瘾，多指不当滥用非医疗用途的情况，正常控制疼痛用药与吸毒成瘾完全是两回事。此外，适当剂量的吗啡用于止痛，并不会让人更快死亡。相反，一味的忍痛不治对患者的伤害更大，长期处于剧痛折磨中，身体的压力指数持续飙高，可能导致免疫功能下降，营养状况变差，甚至连抗癌治疗都被迫中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真可能缩短生命。正因为如此，现代医学强调，该用药时就要用药，不要让患者长期处于痛苦中。许多病人经过有效的止痛治疗后，食欲、睡眠明显改善，更有体力接受下一步的癌症治疗，精神状态也好转，对病情的控制往往比原来更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疼痛其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医护人员无法用仪器直接量出一个人有多痛，只能依靠患者的反馈来评估。因此，患者千万不要隐忍不说，也不要认为跟医生抱怨疼痛是矫情或懦弱的表现。恰恰相反，主动而真实的告知医护你有多痛，哪里痛，什么样的痛，才能换来及时而正确的治疗。如果病人因文化观念作祟，逞强不愿喊痛，医师可能误以为你不怎么痛，那自然不会开强效药，结果吃亏受苦的还是病人自己。同样的，家属也应多留意患者的状态，尤其对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长辈，可能他嘴上不说痛，但从表情肢体已经流露痛苦，比如病人是否因痛而皱眉、呻吟，血压、心跳是否因痛升高，是不是因为怕痛而不敢动作，连翻身都困难，这些蛛丝马迹家人都能察觉，应当主动向医护反映，协助吹破患者忍耐一下就好的迷思。疼痛绝不是可以硬撑过去的东西，千万别让不必要的隐忍成为患者额外的负担。许多专家甚至主张应将疼痛程度列为继体温、脉搏、呼吸、血压之后的第5大生命真相。所谓生命真相，就是需要被持续监测，确保稳定的关键指标，而把疼痛纳入其中。目的正是提醒所有医护人员和病患，疼痛绝对不容忽视。每一次查房，医护都会主动询问疼痛程度，就是希望病人不要苦撑。如果疼痛没有被看见、被重视，任其折磨下去，可能就会演变成压垮病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癌痛对患者身心的影响如此深远，现代癌症治疗非常强调全人照护的理念，在许多肿瘤医疗团队中都有专门的安宁缓和医疗，又称舒缓医疗。科医师或疼痛治疗专家负责癌症病人的症状管理，他们关注的不只是肿瘤本身的大小与指数，更关心的是患者有没有痛，痛了有没有好一点，需不需要换药。安宁缓和医疗强调的是一种以病人的舒适为中心的价值观。也许我们无法完全战胜癌症，但我们始终可以努力减轻患者的痛苦，维护患者应有的生活品质与尊严。对于癌痛特别严重、治疗困难的案例，这些专家还会召集包括心理师、护理师、药师、物理治疗师等在内的团队共同协作，从药物、身体、心理多方面下手，为患者找到最佳的解痛方案。哪怕是在疾病末期，他们也会想尽办法让病人走得没有遗憾、没有痛苦。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与努力，如今不带着痛离开已成为癌症末期照护的重要目标之一。许多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癌患，在安宁疗护团队的照顾下，得以告别了长期疼痛的折磨，能够在亲友陪伴下安详离世，这对病人和家属而言都是莫大的宽慰。总而言之，癌症可怕，但对很多患者而言，更可怕的是癌症带来的疼痛。如果说癌细胞是吞噬身体的恶魔，疼痛就是吞噬意志的黑暗深渊。我们绝不能让失控的疼痛成为击垮病人的凶手。好在凭借现代医学，
我们已经拥有对抗癌痛的诸多武器。透过科学完善的疼痛控制，大部分癌症疼痛都有机会被驯服，让患者不必在煎熬中度日。疼痛一旦减轻，病人就能恢复基本的饮食与睡眠，有尊严地过好每一天，甚至有更多力气和勇气去配合治疗，对抗病魔。希望所有与癌症奋战的病友和他们的家属都能正视疼痛这个隐形的敌人，遇到疼痛时及时和医护人员讨论对策。请记住，不需要忍着剧痛做人间忍者，该用药时就用药，该求助时要开口，千万别让痛凌驾了一切。因为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在对抗癌症的同时，把痛苦降到最低。在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的共同努力下，癌痛这头凶猛的野兽是可以被制服的。让我们别再让疼痛肆虐地夺走生命中的欢笑和希望。即使罹患了癌症，每一位患者也都应该尽可能拥有没有痛楚缠身的日子。真正值得畏惧的，或许不是癌症本身，而是对疼痛的恐惧和忽视。只要勇敢面对并善用现代医疗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打破癌痛的枷锁，让病人在与癌共存或最后对抗的日子里少一分痛苦，多一分安宁。癌症带来的痛固然可怕，但我们绝不再让它成为不可战胜的梦魇。每个人都应该不带着遗憾与剧痛去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天。